一名大学生在误入一个村民都戴面具的奇怪村落后，便人间蒸发。其实观察面具不难发现，上面的颗粒物代表的便是天花病毒，而这儿的村民则是将这种致死率与传染率极高的病毒视为信仰，认为是神明降下的旨意。但这种病毒在80年代便因预防的普及而灭绝了。而为了信仰不消失，村民才会将包括大学生在内擅闯村落的外人抓起来做活体实验，准备复刻神迹。当然，这一切只是侦探阿刘的猜想。皮蛋侦探团本次前往这个神隐村，便是为了调查这一切的真相。但是唯一与神隐村连接的入口是一个名为葫芦村的地方，所以众人只能先借宿在葫芦村中的一家旅馆。在此，众人还遇到了来做神隐村宝藏专访的电视台。原来之所以一直有人擅闯神隐村，其实都是冲着宝藏去的。映ってるね君たちは何の目的で来たの？お宝？駅新居？电视台的人认为，之前的大学生肯定是因为找到了宝藏的秘密，所以才被狠狠安排了。而其中的紫发女则说自己花了大价钱买下了大学生生前留下的线索，但当紫发女泡完温泉独处时，却被黑衣人手持镰刀直接爆头。到了第二天，电视台发现自己的同伴少了一人，在对现场一番调查后，众人在墓地中挖出了紫发女的尸体，而她手中还握着一张纸条，这应该就是大学生留下的宝藏信息。在警方赶到后，侦探团转头开始向神隐村进发。在老板女儿口中得知，想进入神隐村就必须要戴上面具，而旅馆中的面具被电视台借走后，只剩下了2个，最终决定出示小慧与阿刘鬼子进村。由于通过2个村落连接的隧道并不需要面具，所以剩下的3人便一同送行，并顺路探查隧道。此时众人发现，想要走完这个隧道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，并且中途还有各种螺旋楼梯。在一番折腾后，几人到达了神隐村，并在教主的指引下戴上面具住进了旅馆分店。然而到了第二天，电视台的众人发现黄毛失踪了，店长的儿子在门口发现了黄毛的摄像机。嘿，来了，兄弟们啊，不吃好的不吃贵的，咱今天整俩嘎嘣脆的啊！在跨过障碍物后，突然画面中的黄毛离地面越来越远，下一秒一声惨叫后，摄像机便停止了拍摄。这是一段生前录像，男人在跨过障碍物后，突然身体开始离地面越来越远，下一秒摄像机掉在了地上，而男人竟在半空中直接消失了。当来到案发现场时，发现在这空旷的田野里，不仅找不到男人的尸体，甚至连能将人吊起来的东西都没有。此时阿刘看见了远处有2个电线杆，瞬间脑袋轰的炸开。阿刘懂了，原来录像当中除了死者的惨叫，还可以听到拖拉机的轰鸣声，并且在屏幕右下角还可以看到有一个插入地里的铁环。犯人就是将绳子穿过这个铁环，然后在绳子前方放置一个障碍物，死者跨过障碍物后必定会踩进绳子内。下一秒，犯人便利用2根电线杆做支撑，将绳子瞬间拉紧，最后只需要剪断绳子，并可以直接将其摔死。随后，阿刘将推理告诉了电视台的众人，而电视台的辫子哥果然在附近的草垛内发现了黄毛的尸体。此时，阿刘将2起杀人案的矛头指向了教主大人，而老板儿子却称2村相连的隧道口有24小时记录，你可以自己去查，根本没有教主出入的记录，所以葫芦村死的人绝对不可能是神隐村的教主所为。没过多久，教主便下了驱逐令，命令众人马上离开。仲間を2人もぶっ殺されたのに番組一つ作らねえで尻尾巻いて帰れるか、こんなもの。京田村に戻って企画の立て直しだ。岩清水さん。此刻的阿刘与小慧选择先在隧道蹲点。与此同时，旅店老板的女儿称自己要去神隐村一趟。由于阿刘与小慧手机都被没收，所以正好皮蛋可以通过老板女儿打听到2人现在的情况。在了解到这2天发生的一切后，皮蛋突然对一点很好奇：为什么外界的辫子哥能这么快在神隐村的草垛中发现黄毛的尸体？而老板女儿则说道，辫子哥曾是神隐村的信徒，3年前的确是住在隔壁村的。就在此时，电视台老大房间突然传来了窗户破碎的声音。然而待众人赶到后，老大竟被人用被子裹住，一刀刺入了心脏。这是直接被少年包青天拿来借鉴的推理神作。整个村中的所有村民都是杀人魔，凡是踏入村中的外人都会被抓去做活体实验，制造生化武器。在皮蛋侦探团前来调查的2天时间内，就已经陆陆续续死了3个外界人。由于电视台老板刚刚被人刺杀在房间内，于是皮蛋赶忙联系了神隐村蹲点的小慧，然而却得知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人通过2村之间的隧道，所以凶手并不是隔壁神隐村的人。而此时赶来的警方却想到，在之前紫发女遇害的墓地挖出了一堆在神隐村失踪的人的尸骨，其中还有几天前遇害的大学生，可是墓地只有葫芦村有啊，在神隐村遇害后把人埋到葫芦村，这就代表要背着尸体通过30分钟路程的隧道，在隧道24小时监控的情况下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。但就在此时，皮蛋突然看到了远方缓缓升起的太阳，瞬间皮蛋脑袋轰的炸开。下一秒，皮蛋联系到阿刘，命令其正对隧道口后看一下太阳在他的哪一侧。阿刘回答是在自己的右侧。然而此时正对隧道口的皮蛋发现太阳竟然也在自己的右侧。皮蛋，
懂了。画面一转，皮蛋将众人召集到了旅馆。各位，其实我们都被教主的不在场证明所误导了。我们下意识的认为，只要教主不通过隧道，那么他就无法来到葫芦村完成杀人。但我却从与旅店老板女儿的通话中发现了一些端倪。当时你明明是在神隐村，但是你却说辫子哥曾是神隐村的信徒，3年前曾住在隔壁村。一个神隐村的信徒为什么会住在隔壁村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因为你当时并不在神隐村，而是在葫芦村，所以你才有时间去把电视台的老板杀害。而你就是真正的教主大人，年龄58，离异带俩娃。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你是怎么用这么短的时间来回穿过如此狭长的隧道并完成杀人的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就可以了。下一秒，众人来到神隐村的教会大本营，这个地方平时只有教主能够进入，但此时大壮却是直接抡起镐把在墙上砸了一个大洞。但映入眼帘的竟是众人生活的葫芦村。原来2个村子一直都只有1墙之隔，而隧道中之所以设计了螺旋楼梯，就是为了扰乱众人的方向感，并给众人造成2个村子很远的错觉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皮蛋与阿刘2人同时站在隧道的两端，但看到的太阳都是在自己右侧的原因。如果从这个近道穿梭的话，想必根本就不用30分钟，5分钟就足够了。而大学生留下的暗号也并非什么宝藏线索，而是2个村子相连的意思。其实之所以做这一切，都是因为真正的神隐村早就被葫芦村给灭掉了。一开始2个村子都是为研究变异天花病毒做细菌兵器而建造的，但不幸的是病毒在神隐村泄露了，所以葫芦村便将神隐村封锁了起来，让里面的人自生自灭。而为了躲避国家的处罚，葫芦村便强行造出了一个神隐村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进神隐村必须要戴面具，就是为了掩盖两边的村民其实是同一拨人。所以当有擅闯者发现村子的真相时，便都会被狠狠安排。老板女儿本以为将电视台的2个冤种杀害后，众人会因害怕离开神隐村，但没想到电视台的老大竟要带更多的人来调查真相，所以教主为了以绝后患，只能一刀将其做掉。此时的教主眼见暴露，直接冲进屋子，准备用活体实验培育的天花病毒与众人同归于尽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男版小兰大壮直接破窗而入，一拳掏在了教主的肚子上。遠山流隠密術、その名もちょいと眠っ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バージョン1。